我不要彩禮，我今年42歲，我還有房有車呢。哎，你別走啊！哎呀，姑娘，我實話跟你講吧，我不想給大齡剩女介紹對象，更何況你今年42了，你有房有車又能怎麼樣呢？也沒有小伙子要你的，別浪費我時間了。我42歲，我怎麼了？我保養跟20歲小姑娘似的。再說了，你看我貌美如花，而且我這身高1.7米，這樣的條件誰不都踏破門檻啊？我還高學歷，我博士哎。拉倒吧，你就想想你自己，現在42歲了，哪有那麼多好的條件的在等着你啊？人家也在挑年輕的小姑娘呢。我嫁不出去呢，你們怎麼結的婚？我把條件降一下，我比我矮的也行，我也接受了。原價也可以，我也不要房，不要车，不要彩禮，不要3金5金，还有什么不要的？反正就是能嫁出去就行，我不想住这個宿舍了，我都住1年多了，我還沒整出去呢。你們快幫我想想辦法，我都急得頭髮都白了，我還上火了，這嘴巴還起個泡。所謂的剩女，在社會學意義上，多指受過高等教育、擁有高收入、生活在縣城市的適婚大齡女性。她們並非沒人要，而是陷入了一種結構性錯位。優質的女性希望向上兼容，但同層次的優質男性往往向下選擇。當優質剩女回頭想步入婚姻時，發現身邊的男性大多已在創業高壓下選擇了更年輕、更能提供情緒價值的對象，或者乾脆選擇不婚。我感覺我從小到大想要的東西要得到都好困難，就是想要什麼都要很努力才能得到，然後就包括我現在結婚，就是找對象，就是我身邊的人他們都已經結婚了，然後基本上就只有我就一直就找不到合適的人，就是談着談着就老是分手。40歲了，過了今年我就妥協了。今年將是我最後的掙扎，不管是介紹也罷，相親也好，不出意外的話，今年我可能會結婚的。或許那個人不是我特別喜歡的人，但是我覺得萬家燈火總有一盞是為我而亮的。今天我的前任相親對象，然後約我去爬山，我想着他又回頭了，我倆肯定有戲，我就毫不猶豫的答應了。我們是早上10點多出發的，然後到那就是中午12點多了嘛。我是早上沒吃飯，中午也沒吃飯，他也一樣。我想着到那就是立馬吃飯了嘛，吃完飯以後再爬山。結果到那之後，他就說他都不餓，然後晚一點再去吧。我們又爬了1個多小時，我想着這個時候應該餓了吧，我又問他，他說他還是不餓。然後我們又爬了1個多小時，然後我就說咱們要不然先去吃個飯，我實在是餓了受不了了，我請你。然後他說那好吧，那我們去吃飯吧。博主說，那天他們去吃了一頓農家菜，花了200多塊，是女生請客，男生也沒推辭。博主當時心裡就想，這男生8成覺得兩人有戲，所以才這麼坦然地接受請客。吃完飯後，他又隨便逛了半個小時，就各自回家了。結果女生到家都已經1個小時了，男生卻沒有主動發消息，也沒問一句到家了沒。這讓博主覺得有點奇怪。如果他沒看上自己，那按理說吃飯時就會提出 AA 呀，那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呢？聽說你在結婚當天突然取消了婚禮，帶着父母去了三亞，把新娘一個人晾在了婚禮現場。是的，這件事兒已經過去2年了，但現在回想起來，每一個細節都歷歷在目。那天清晨，我確實帶着父母來到了三亞的海灘上，看着朝陽從海平面緩緩升起，而此時此刻，我的新娘月月正穿着價值上萬的定制婚紗，在娘家焦急地等待接親隊伍。這名男子說，事情要從婚禮前一晚說起。那天晚上8點多，未婚妻月月給他打來電話，語氣輕鬆地說，跟你說個事兒，我們家剛商量好，你明天來接親的時候要多帶6萬6千塊現金，這是上車費，1分不能少，不然我不上車。聽到這話，新郎整個人都愣住了。
因為彩禮早就談好是18.8萬，為了湊齊這筆錢，他父母把一輩子的積蓄都掏空了，還向親戚朋友借了不少。現在臨到婚禮前夜，又突然冒出6.6萬，這對他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。他說：“月月，你這是在開玩笑吧？這筆錢我真的一下拿不出來，等我以後補給你行不行？”電話那頭傳來月月和家人低聲商量的聲音。過了一會兒，月月冷冷地回道：“不行，明天沒有這6.6萬，我就不上車，你自己想辦法吧。”說完便掛了電話。新郎把情況告訴了父母，3個人思來想去，也想不出還能向誰借錢。最後，新郎心一橫，既然婚結不成了，不如帶爸媽出去散散心，於是就訂了飛往三亞的機票。他說：“很多人覺得我做的太絕情，但我想說，婚姻應該是2個人的雙向奔赴，而不是一方無止境的索取。”如果你是一個大齡的單身美女，還想走婚戀這條路，我的建議是不要再死磕相親了，真的會把你的心態相崩的。因為相親對於年紀大但是長得漂亮的女生來說，完全就是錯位打擊，吃力不討好。因為相親就是會把你的長板，也就是美貌給壓制住，但是你的劣勢年齡又會被暴露無遺，一上去很有可能就會被很多紅娘啊，或者說男嘉賓直接給篩掉。這個不是我說的，就沒有辦法。因為相親市场它就是這樣子，但凡你上了28、9以上，你就不再是第一梯隊，不管你其他條件多麼好，就是他們就會對你這個年齡天然的有一種歧視，很現實啊，很現實。博主建議大齡美女走自由戀愛的模式，比如多參加一些高端沙龍、行業峰會之類的活動，先以朋友或同行的身份去認識新的男生，對方第一眼看到的是你的外表、氣質和談吐，男生更容易被這些特質所吸引，而年齡反而會變成次要因素。他認為用這種方式認識人，容易讓彼此在輕鬆的氛圍中建立好感，有利於感情的自然發展。你一個月工資3000，你想找一個年薪100萬的男人？我今年34，哪裡人？我江西的。你跟莎姐连麥想聊什麼問題？找一个好的男朋友。找男朋友的標準是什麼？就身高嘛，不能低於1.8米的，然後要有8塊腹肌的，比如不要超過160斤，一定要陽光帥氣的，有男人味兒那種的，才能配得上我。收入的話，一年最少得100個 W 吧，不是姐妹，我想問一下，就是您現在34歲，你做什麼工作的呀？教培機構的小老師啊，一個月工資3K 左右。工資3000，你想找一個年薪100萬的男人？莎姐說，她在廣州，在這樣的一線城市，平均工資連8000都不到，月薪能過1萬的，在整個廣州都不超過5%。莎姐認為，這位網友提出的條件太高了，擇偶標準應該設得實際一點，才能找到合適的對象。我發現我最近的相親心態真的變了，從以前必須要執着於線上聊出火花再見面，變成現在更願意速戰速決。以前我是很排斥先見面的，總覺得得先線上聊個1-2週，聊得投機了再見，聊不來就直接拜拜，也不浪費彼此的時間了。但現在我變了，拿我自己的感受來說，真的很難跟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抱着手機聊得熱火朝天的，畢竟也不是那個愛捧着手機跟人侃大山的年紀了。線上聊天隔着屏幕根本摸不透對方的脾氣和狀態。博主說，他現在的相親方式很簡單，先互相加上聯繫方式，用1-2天時間交換基本資訊，比如興趣、生活習慣、擇偶底線，做個初步篩選，之後會盡快見面。如果有眼緣，當面聊天反而更自然，話題也會更多，相處起來更舒服。如果沒有眼緣，那就早點結束，也不耽誤彼此的時間。只要你願意和我簽訂協議，我就可以讓你少奮鬥30年。你好，小姐姐，可以說一下你的情況嗎？我是96年的長沙本地的獨生女，我父母在常德那邊做醬板鴨。我對男生沒有身高體重的要求，但是必須要和我簽個協議。想問一下是什麼樣的協議呢？說實話，我不怕幫扶男生，就怕幫扶起來之後，他經不起外面的誘惑，有外遇。所以這協議裡就是寫清楚，婚姻裡只要對方出軌，就淨身出戶。我這麼做就是不想遇到負心漢。我希望這個男生可以真心跟我過日子。這位博主說，他今年已經37歲了，可依然沒有嫁出去。隨着年紀越來越大，他覺得自己可能會孤獨終老。我看到別人那種幸福的小日子的時候，我覺得好幸福啊！年輕的時候覺得自己還蠻有能耐的。我在30出頭的時候，
有将近1000萬的房子。对，可是我媽后來做生意，我就賣掉了，幫她還債。還完債，我才發現，哇，我一無所有了耶！就剩下一個做銷售的工作，雖然在銀行，它也是個銷售，你沒有業績，照樣沒有錢，而且這個行業是走下坡路的。我現在完全能接受，我今年38歲，還沒有結婚，甚至一輩子都結不了婚這個事情了。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下半輩子應該活什麼。你看那些有孩子的都在活孩子，像我這種什麼都沒有的，我活什麼呢？我是拼工作呢，還是活一天算一天，還是及時行樂呢？哎，我是真的有點迷茫了。大家先听一组數據啊，現在咱們國家單身女性已經超過1億3000萬了，而且呢，以後嫁不出去的女性可能會越來越多。很多女生啊，一開口就是要房、要車、要存款，這3座大山一壓下來呢，80%的男人啊，直接就被淘汰了。這就導致了在相親市場上，夠條件的男人呢，反而成了極少數，出現了女多男少的倒掛。而剩下那20%優秀的男人呢，也不傻呀，人家也有自己的標準，他們更想找那種溫柔賢淑，能一起過日子，在事業和生活上都能互相扶持的伴侶。完了，37歲了，這輩子都結不上婚了。今天我同學說給我介紹對象，家是營口農村的，在國企上班，1個月掙5500。當時我心咯噔一下，真的沒有辦法生活。好多人說大齡剩女就是想嫁給有錢人，我要是想嫁給有錢人，我20多歲的時候就嫁給有錢人了。我只是想過普通人的生活，但是普通人的生活不代表貧窮的生活。博主說，他並不是想過什麼大富大貴的生活，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離不開錢。沒有錢，你就沒有能力去對抗生活裡突如其來的風險。比如家裡有人生病了，突然需要一筆開銷，你卻拿不出來。這就是為什麼人必須存錢，更何況結婚之後還要養孩子。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過得拮据，處處受限。人終究要面對社會的現實，而金錢就是支撐生活最基本的底氣。大多數剩女最崩潰的瞬間是什麼？不是家裡人瘋狂催婚，也不是日常生活無人分享，也不是太孤獨，而是當他們要尋找另一半的時候，去相親了一個又一個，終於找到自己各方面都滿意的人的時候，卻發現這個男生選了一個條件遠遠不如自己，但是更加年輕的女生。更崩潰的是，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降低要求，對方依然看不上自己。他們以為自己條件好，長得漂亮，主動一點就行了，萬萬沒有想到啊，現實就是這麼的殘酷。男生只在意女生的年紀，但是啊，年紀是不可逆的哦。我們這邊呢，有一個女生啊，看大家能不能夠接受，就是這個女生呢，條件不是很好，但是呢，她能夠陪你一起吃苦啊。那她是什麼情況呢？就是呢，這個女生啊，她的父母離異了，各自呢都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，都不關心這個女生的事情啊。女生呢也覺得他們一家子都其樂融融的，就不想再去摻和了。這呢就是原生家庭的不幸啊。她呢能夠接受你沒有房子，沒有車子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夠接受說他什麼都沒有啊。畢竟了，結婚了，逢年過節，他那邊是沒有親戚可走的，就是不知道這點男生家裡面能不能夠接受呢？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